5月的国漫榜单已经出炉，先帝4月份被苍原图拉下第一的宝座，5月他携手王平2次化繁，强势霸榜第一。还有曾经的吊车尾，这次却名列前茅。接下来兜兜就带大家来盘点一下5月国漫榜单前10，一起来看看有没有你心水的国漫吧。第10名，光阴之外。5月初，光阴之外就迎来一个好消息，正式从半年番升级为52集年番，实现全年周更不断档。这一切都离不开屏幕前热爱光阴的你我他。光阴之外自开播以来，亮眼的成绩在新番榜中十分能打，不管是热度还是口碑，堪称五边形战士。整体播放数据也稳居同期国漫第一梯队。许沁的人设是最吸引我的一点。他的生存法则是隐患必须清除，但狠辣的同时，他也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废土修仙加中式克苏鲁，相信兜兜只要你点开追番，绝对停不下来。第9名，择天记。择天记是典型的经典 IP 重置翻新后爆火，老牌 IP 焕发第二春的代表，成功上演了什么叫做王者归来。陈长生龙血状态下反杀强敌的名场面，将他的少年义气展现得淋漓尽致，不仅留住了老粉，还吸引了一大批慕名而来的新粉。这一版的陈长生终于还原了他少年老成的沉稳和智慧，不管是在画面还是剧情以及特效上，对曾经被某个真人剧重创的老粉来说，只有一句：感谢重制，感谢制作组，请继续保持下去。第8名，《凡人修仙传》。好的作品从来不怕没有热度，凡人从1月停播至今，非但没有流失观众，还贡献了让其他平台眼红的播放量，长尾效应堪称惊人。这个月13号，木兰之战篇章即将正式播出。这52集的年番中，聚焦了天南和木兰草原的全面冲突，而观众最期待的便是一直隐忍的韩跑跑开始正面硬刚对手，完美解决原因老龄化的问题。第7名，牧神记。熬过了除夕，走过了清明，在6·1儿童节前，秦牧终于回家过年了。秦牧带着爷爷们、婆婆还有祖师，也终于挺进了榜单前10。牧神记在 B 站站内的表现一直都特别好，但碍于播放平台以及会员限制，它总是在榜单11到15左右，只有偶尔才能挤进前10。牧神记是典型的没有绝对的反派，只有立场不同。被秦牧召唤来的魔神都天一出场就是一副大反派的样子，但在另一个世界，都天也是他子民们口中的圣人。不管是龙胖还是他的老爷祖师，权力滔天是要改革但却家徒四壁的国师，以及残老村的爷爷们和婆婆，都很爱。相信我，点开你就会爱上他们。第6名，斗破苍穹。最新播出的几集中，魂天帝提前出场了，但纸片人魂天帝要是会说话，怕是要痛骂制作方了。作为一个能够隐忍千年的大反派，魂天帝怎么看也不是那种因为小孩子唱魂殿灭的童谣就一个恼羞成怒当街屠杀平民泄愤的人。你说他作恶多端心狠手辣是真的，但这不代表他随时随地是个暴徒，毁灭吧。第5名，星辰变。星辰变最终章终于在5月正式开播。作为星辰变系列的收官之作，一开播热度就居高不下，上线没几天就登顶新番周榜第2，市场占有率高达 12.6%， 稳居5月国漫第一梯队。这一季情怀拉满，但整体的反响并不怎么样。12集的内容给这横跨8年的 IP 画上句号。星辰变第一季曾经以豆瓣 8.4 的高分封神，但后面一季更比一季伤人心。评论区很多网友都在骂一眼 AI， 让他去跟斗破坐一桌。谁还记得星辰变第一季还被夸是国漫之光。第4名，剑来第2季。剑来第2季即将收官，这几个月来，他在经历了高开低走的震荡后，交出了一份可谓是冰火两重天的成绩单。前期阿良一剑斩出了单集22500加的热度，但中期单集却跌破了 1.9万。剑来的争议基本都集中在改编上，大量删减伏笔和心理铺垫，对没看过原著的观众来说很不友好。很多人都跟兜兜一样，越看越懵，毕竟这个400万字的原著我是真没看过。在制作上，剑来一直都备受好评，哪怕是路人看到了也得说一句，这是真的花了大价钱的。但如果继续再延续这种晦涩的叙事方式，剑来后续只会成为特定受众的小众神作，很难成为出圈爆款。第3名，苍原图。作为优酷国漫大哥中的大哥，苍原图自4月开播后一路的表现十分亮眼。
4月榜单中，他将仙逆拉下了榜首。5月的热度依旧，也坐稳了前3的宝座。如果说第1季是孟川的成长起点，第2季是袁初山试炼，第3季的核心就是人族由守转攻，开始对抗妖族。能够拯救人族的从来不是孟川一个人，而是芸芸众生。短短1集中，阿玉从出现到下线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其实他什么都不做，就能等到孟川来救他，就能活下去。但为了让其他人活着，他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奔向妖族元帅九阴的力量来源。而这也正好呼应了第1季，拯救苍元界的不只是神尊，还有芸芸众生的主题。苍元图的制作依旧延续了水墨国风，打戏看的人酣畅淋漓。与此同时，东宁府 F4 也将全员重聚，梅园之小可爱即将强势回归，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后续的剧情吧。第2名，吞噬星空。吞噬星空剧场版《决战原始星》5月1号上线后，首日开播热度值21013，首日播放量就突破了5000万。24小时内拿下了腾讯视频包括热搜总榜、动漫热播榜、武侠奇幻榜等8个榜单冠军，全网短视频相关播放量近10亿。决战原始星依旧贯穿了罗峰想要守护家乡、守护人族尊严的内核。为了夺回地球主权，罗峰闯入危机四伏的原始星，遭遇妖族、机械族、虫族派出的6000名宇宙尊者围剿，罗峰只用1刀便将6000名尊者歼灭，可谓是一战封神。决战原始星特效投入远超宇宙恶霸成名之作《雪落大陆》，从开篇打到结尾全程无尿点，剧情上也比《雪落大陆》更完整。虽然槽点依旧不少，离封神也还有距离，但绝对值得一看。第1名，仙逆。5月份的仙逆剧情主要集中在麻子哥养王平。本来2次化凡看得豆豆很感动，还有点伤感，但看到网友说麻子哥马不停蹄的换衣服奔赴新生活，就有点想笑。毕竟我们麻子哥到底伤不伤心，从衣服就能体现了。1战天道后，他脏兮兮的在山头做了6个月；2战后更是疯了3年 cos 野人。这次他不仅麻溜的换了新衣服，还是个情侣装。在2次化凡上，仙逆遭到了不少改编上的争议。王平身世的魔改被网友吐槽王林是自己叫自己爹，好在剧情节奏快，制作上也很顶。这一类的声音对仙逆的影响并不大。以上就是5月国漫前10。从这个榜单大家也能看出来，除开仙逆、吞噬星空这些我们的老熟人之外，新出的光阴之外和择天记也慢慢站稳了脚跟。其他优秀的国漫像牧神记就很受平台的限制，只有偶尔能够闯进榜单前10，但他们也真的很好看。再过几天韩老魔也即将登场，到时候国漫真的就是神仙打架，大家可以提前猜一猜6月份第1的宝座将会花落谁家。豆豆最近把喜欢的国漫都追平了，大家有什么心头好的国漫可以给豆豆推荐一下吗？好啦，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小伙伴们有什么想看的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豆豆哦。我们下集再见，拜拜。